今天是2023年5月3日，我现在是在伊斯坦布尔的西边的一个区域，叫做 Silivri 的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是我刚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，一个土耳其朋友推荐的地方。当时是想和他一起来，在本地来共同开发业务。他呢是住在乔尔卢那边，他建议我在这边租一个房子，以后离他的地方呢相对来说近一点。所以呢就是他当时建议我在这边租房子。现在我来这边已经有半年了，期间一直没有机会来这边，因为主要是想着工作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最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和公司的第1期的合同已经到期了，为期半年的一个服务合同已经到期了。现在就相当于是已经处于是暂时的待业状态，所以现在就有一点空闲的时间来这边来看一下。这个海属于是马尔马拉海，然后上边呢就是一些滨海的一些饭店、咖啡厅，还有一些私人的别墅。这边的这个建筑风格就是基本上就属于是欧洲小镇的那种建筑风格。刚才谈到了服务合同到期的问题，是去年的10月份到的伊斯坦布尔，当时参加了一个包装展，然后从展会结束到现在已经有半年的时间。我的服务合同属于是纯粹是服务合同，没有底薪，所以半年的这个时间也没有浪费时间，因为本身这种业务的压力就比较大，纯粹是全部用自己的自己的一些积蓄来垫资。因为合同到期了，就牵扯到合同续约的问题，就是服务协议续约的问题。现在就是和公司在谈判，谈的也比较艰难，因为谈判的问题导致最近压力也比较大，然后就找了一个土耳其的朋友一起聊天。因为有时候呢，自己在这个事中，你可能不知道，理不清一些头绪，然后和土耳其的朋友，聊了大概2个小时。实际上，他讲了一句话，就对我就已经有产生了很大的启发，就是我的问题在于是把这种商业和情感混到一起了。因为我的合作对象是前东家，在这个公司相当于是买了房，然后买了车，就相当于是在这个公司里边实现了很大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改观。所以再加上很多同事的关系也比较好，所以虽然离开了老东家，但是对于老东家还是有感情。在这里开发客户6个月的时间还是有一定的效果，因为对于有的国家的客户来说，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实际上具有很大的优势。我在6个月的时间内，
完成了2个里程碑的事件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办下了居住证；第2个里程碑事件就是通过了英语考试。因为通过英语考试对我来说，就是相当于是我蹩脚的英语得到了某一些机构的认可。第3个里程碑事件就是找到客户，签下第1笔订单。4月是土耳其这边的斋月，因为在这个国家已经待了6个月了，就想深入的体会一下他们的这种文化，无论是饮食文化，还是一些节日性的文化。所以在斋月的头2天，我就和老外一样，一天只吃1餐饭，坚持了2天，第3天身体就出现了状况，就是胃的上部开始有气胀的感觉。在药店买了一些药，吃了2星期都没有好转，然后就又找医生开了更多的药，然后胃胀的感觉就没有了。老外是日出的时间不吃饭，我是没有按照他们的这个时间来进行，我是一天在白天只吃1餐饭。实际上对于非体力劳动者来说，一天吃2餐饭已经足够了，这样可以让身体的消化系统得到充分的休息。我在这边办了一个健身卡，费用也不是很贵，2个月的时间是900里拉。因为考虑不一定会坚持下去，所以就先办2个月的试一下。现在还没有满1个月，是4月10几号办的，然后现在是5月初，明显的感觉到这种身上的肌肉练起来，就是胳膊上啊、肩膀上啊、胸部的肌肉是很明显的。所以健身的话，如果有时间可能会停下去，争取在夏天到来的时候把身体的状态调整好。今天来这里路上坐公交车大概就坐了3个小时，最近属于是放空期间，也没有接着忙工作的事情。今天就先介绍这么多，再见。